这些都是啥？哎呦我去，老三，不是我说啊，你铺的这还是铁轨吗？怎么这么软，跟面条似的？视频中这个铁轨应该是新鲜出炉热乎的，这时候是它韧性最大的时候，所以看上去软趴趴的。年后面冷却下来的铁轨是不是就硬气许多了？铁轨是不能太硬的，因为火车在运行的过程中，由于各种原因会时不时冲击铁轨，铁轨太硬了呢，就容易碎裂断掉，造成事故。还有就是铁轨也会受热胀冷缩的影响，所以普通铁路就会预留一条接缝。如果铁轨没有韧性，那么当预留的空间被用完，铁轨膨胀互相挤压，巨大的应力会让接头部分被压碎的，所以这是在以柔克刚。大哥，你看到了没？就这个铁轨，别说在上面过火车了，就是火车在上面掉头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头掉的就离谱，我愿意称之为 bug 掉头法。你看火车掉头都掉到穿模了，地球 online 撑不起我。给大伙介绍几种不用 bug 的掉头方法。这种呢是机车转盘，当这个机车开到上面这个转盘的时候，这个转盘自身会转个180度，这样机车就能实现掉头了。第二种就是利用灯泡线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长得很像大白炽灯的轨道线路，火车绕一个大弯就能掉头了。如果你坐过动车，一定会发现车组的两端都像是车头，其实它两个头里面都有驾驶室，所以动车掉头只要让驾驶员挪个窝就行了。这时候头变屁股，屁股变头，这能力大伙想起了谁？启动超级变换形态！超级变换形态。铁鞋、凉鞋大家应该都穿过吧？但是像他这种木鞋是发明给什么人穿的？他脚到底要从哪塞进去呢？这不是鞋，这应该是做鞋用的鞋楦。看那样式，应该是做那种老布鞋的鞋楦。说实话，我从小到大还没穿过那种老布鞋，有穿过的小伙伴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感受？鞋楦的作用就是代替我们的脚，你不可能一直把脚搭在那里让别人做鞋，对吧？在做鞋的很多环节里面都要用到鞋楦，有了鞋楦就不容易把鞋做翻车。有些人比较讲究，就会弄个鞋楦放在皮鞋里，防止变形。鞋楦其实很早就出现了，公元前1世纪，赫克南内姆壁画上就有制鞋人从鞋内往外拔鞋楦的形象。而我国于1961年在新疆古丝绸之路上的尼雅废墟遗址出土了2只木楦实物。北方的朋友请回避啊！我给南方的小伙伴介绍一下我们北方的苹果，你们看大不大吧？这么大，好几天都吃不完。削皮都得是专用工具，要不然你拿回家皮儿都没法削。这是一种1年生的葫芦科植物，被叫做肉葫芦。其实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瓜都是葫芦科的，就比如黄瓜、南瓜、丝瓜、西瓜。肉葫芦是太空育种的成果，一个肉葫芦能长到10到15公斤，每株能结10到26个果，亩产2万斤左右。吉林省榆树市就种了40万亩左右的肉葫芦。农户们会像视频里一样，把这个葫芦削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晒干打包，主要是去出口给日本和韩国。见过遛狗的，见过遛猫的，头回见溜砖头的。首先排除前面有人用透明鱼线在拉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砖头，它叫洞洞砖。土系的，它的外表坚硬，生命力极强，还会使用火箭头锤这种绝招。这个洞洞砖呢是很适合当宠物的，你不用喂食，还不用铲屎，它的互动性也强。不过你得记得钓鱼的时候不要带它，还有跟它互动的时候戴上头盔。你可以在101号道路边上的绿化带边上的工地上遇见它，建议使用大石球捕获。大伙没有忘了什么事吧？应该没有忘了什么事吧？我确信你不会像我一样记不住某些事情的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想让大家记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么么哒。